中国提出的全能舰到底是什么？为何说它能改变未来海战规则？中国又如何将这种战舰成为现实？21世纪被称为海洋的世纪，发展海洋力量已经成为全球的一种共识。可以说，谁抓住了海洋，谁就抓住了未来。而要维持海洋权益，保护自己在海洋航线以及海外投资的利益，一支强大的海军必不可少。美国已经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全球性海洋军事大国作为维系自己话语权的重要性，而被认为未来美国最重要的挑战者中国也在向这个方向迈进。那么中国将如何打破美国的垄断地位呢？美国海权强大的基础在于拥有11支遍布全球的航母战斗群，这让其他国家海军可谓望尘莫及。二战以来，航空母舰这种海上巨兽逐渐取代战列舰的地位，成为海洋霸权的核心。航母力量甚至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地位。对于中国而言，尽管近年来中国也在不断发展航母力量，但毕竟中国是后起之秀，与称霸海洋70多年的美国相比，至少在航母力量上依旧有难以跨越的鸿沟。可以说，想靠造航母就把美国比下去，除非美国自己乱了，不然至少50年都没有机会。但其实中国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那便是建造出一种强大的军舰，强大到可以开启一种新的海上作战模式，将以航母为核心的海上作战直接淘汰，从而终结航母时代。只不过光听这设定就很科幻，但真的有这样的军舰吗？还真有，它的名字叫做全能舰。在2017年的时候，有着中国电磁弹射之父称号的马伟明院士首次提出了一种新型军舰的构想。这艘军舰将集合未来20多年多种形式武器装备，实现超远距离打击和防御，同时采用全电推功能模式。马伟明说，这艘军舰便是全能舰。按照构想，全能舰将是一款无与伦比的超强军舰。一艘舰船将安装有电磁轨道炮、电磁火箭弹、线圈炮、激光炮等一系列高能武器。这里面每一样武器拿出来放在今天，都被认为是未来武器发展的方向。而将这么多高能武器集合于一身的全能舰，将极大提升整体攻防性能和持续作战能力。一艘全能舰便可执行防空、反潜、反鱼雷、对岸、对海、对空，甚至反卫星等多样任务。可以说，全能舰的出现将彻底颠覆现有的海上作战模式。不过我们知道，作为一款军舰，并不是说能安装多种武器装备就一定厉害，武器装备不能用物尽其用，真正发挥功能才是关键，否则便是可耻的浪费。那么全能舰又是如何利用这些复杂的武器系统来完成作战任务的呢？就攻防作战而言，按照马伟明的构想，全能舰将在不同距离形成多层次的作战区域。拿防空与反导来说，全能舰可以分为3个作战区域。首先是200到600公里范围内，全能舰主要依靠可重复自动装填的通用电磁发射装置发射反导导弹，旨在提前判断敌方目标的位置，进行精准防御。而在10到200公里范围内，全能舰将使用电磁轨道炮进行目标拦截。电磁轨道炮的特点便在于发射间隔时间短且威力大，可以在中近距离排除风险。最后便是在10公里范围以内，全能舰将激光炮作为最后防线。激光炮在充能完毕的情况下无需填装，只要按下发射按钮，几乎是以毫秒来计算发射过程，并且激光炮发射速度快，可以把近在咫尺的末端导弹及时摧毁。除了防空与反导，全能舰上的电磁发射装置还能发射反潜导弹，对海底潜艇进行反潜作战，而电磁线圈炮可以拦截水下的鱼雷。而在进攻端，全能舰同样能形成3圈火力圈，在600到1000公里范围可重复自动装填的通用电磁发射装置，能发射远程巡航导弹和中距弹道导弹，实现对远海的敌舰或者陆地进行定点攻击。在200到600公里内，全能舰上的电磁火箭炮能像陆军的远火一样发射密集的火箭弹雨，大范围覆盖地区。而在200公里以内，全能舰能利用电磁轨道炮直接进行对海与对岸打击。而这种高能电磁轨道炮，美国媒体将其形容为连山都挡不住的武器，可见其威力。从设定上来看，全能舰并不能取代航母作为海上飞行平台的功能，
但足以动摇航空母舰作为舰队核心地位，甚至将来航母都可能沦为全能舰作战群体系的一环。全能舰的确是一款设定强大的军舰，但是它只能存在于设想中吗？全能舰光是从马伟明口中提出来，其实我们就应该知道，这艘军舰很可能在中国就已经处在设计阶段了。而当今世界恐怕也只有中国能造出全能舰来。要实现全能舰这样的超级战舰，需要达成2个基本条件，即舰载高能武器和全电舰船技术。而在这2个技术领域内，中国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甩开了老美一档。先说说舰载高能武器方面，顾名思义，这种武器需要进行充能，而从区别于传统膛射炮弹武器，其典型代表便是电磁轨道炮以及激光高能武器。舰载高能武器，目前几个主要军事大国都在进行研制，在中国已经在舰载电磁炮方面走在前列。不久前，美国刚宣布停止相关武器的研发费用，大概率是遇到技术瓶颈。但中国的电磁炮舰早在2018年就现身了，也就是传言中的936舰。936舰原本是一艘072型坦克登陆舰，但被拍到这艘登陆舰上被安装了一个巨大的炮塔，其外形便与传闻中的电磁轨道炮相似。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海军已经在海上开展电磁轨道炮试验，光是这一点就领先了美国10年。当然，各种高能武器在一艘军舰上使用，并且还能做到稳定输出的话，没有一套强大的功能系统肯定是办不到的。这也便是全电舰船技术的重要性。目前，中美2国都在发展电磁弹射航母，而要在万吨航母上使用电磁弹射装置，舰船综合电力系统便是关键。中美在这个领域同样处于竞争关系，但马伟明本人便是舰船综合电力系统领域的世界第一人。他所研发的舰载中压直流技术，要比美国现在用的舰载中压交流技术要更加先进。马伟明自己也喊出过"要领先就领先美国人"这句话。在基础武器与功能系统上，中国都走在了美国的前面。也正是因此，全能舰的概念能首先在中国提出。有分析认为，按照现有的技术进步，全能舰大概能在2035年得到实现，而一艘全能舰能达到4万的吨位，并且那个时候中国海军还拥有多达6艘航母战斗群。到那个时候，全球海军霸主的身份可能就此易主。